哎呀，咱们新疆这个天气真的是太糟糕了啊！这几天又开始刮沙尘暴了啊，天空中弥漫着各种的灰尘和沙尘。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师傅。大家都知道啊，我呢是生活在新疆的库尔勒市，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啊。每年的春秋两季啊，都是沙尘暴的高发时节。那我们新疆的天气呢，就是这样的啊。对于咱们新疆人来说呢，早就习惯了，这都不算什么事儿了。世世代代生活在咱们新疆的这些人呢，都是这么过来的，也没觉得有什么大碍。那直到前几年呢，华北出现雾霾，大家才开始重视这个空气的质量。PM2.5这个词就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耳边。然后呢，各种净化空气的家电也都出来了啊，像什么室内的空气净化器啦、新风机啦，这些家电就开始慢慢的普及到大家的生活当中了。那么我呢，也是才换了这个房子，搬到这个新房来住了，差不多有1年半的时间了。那刚装修完的时候呢，这个装修公司还给我送了一个空气净化器。那看过我装修日记系列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我当时还给这个空气净化器做了一个测试啊。测试完了之后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啊。空气净化器呢，它终究还是一个内循环。那室内的空气你再怎么循环，你不进行换气，那也是不好的，对吧？那有的时候咱们还是需要开窗通风的。那你一旦开窗通风，那么你之前净化好的空气是不是就又白费了？外面的沙尘又进来了。咱们乌鲁木齐有一个车评人叫郑刚啊，那我也是了解到他用的呢是土豆新风机。我觉得他那边跟我这边的环境都差不多嘛，需求呢也差不多，所以我也给我们家的主卧装了一台土豆 Super 的新风机。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款壁挂式新风机啊，我把它挂在了这个窗帘的后面吧。现在窗帘是拉开的状态啊，我们可以把窗帘给它拉上，对吧？它就完全的在窗帘的后面，也不影响。它的价格呢是不到3000块钱啊，包物流包安装的，这个物流也非常的给力。安装师傅呢也上门来进行一个安装，也非常的专业啊，不用怎么操心。唯一比较难的呢，就是你需要在这个机器的后面开一个孔，你得确保你这个墙后面是通向的室外，然后打孔的时候呢，注意这个墙面的保护。建议大家最好是在装修之前就要想好位置，先把孔开好。那这款新风机的风量呢是每小时400立方米的一个风量啊，也就是说它1个小时能给房间换400立方米的空气。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比方说你们家是100平米，你们家的层高是3米，也就是说你们家每小时的换气量需要300立方米。那么这款400立方米的这个新风机呢是绰绰有余了啊，根据你们家房子的面积来选择。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新风机的工作原理啊。新风机它是通过抽取外面的空气，然后通过自身内部的一个过滤，然后把过滤好的这种新鲜空气输送到室内。那这样的一个原理呢，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啊，我们可以一一举例来说明一下。那第一个好处呢，就是降低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啊，就是咱们在不开窗的情况下，咱们的人在室内呼吸，那会呼出二氧化碳。如果你一直不开窗呢，那你室内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闷，对不对？咱们大家在房子里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很闷，闷的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你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啊。二氧化碳呢，大约占大气体积的0.04%。即400 ppm， 也就是说咱们室外的空气啊，二氧化碳的浓度在400 ppm。那咱们房屋内是多少呢？经过我的测试呢，如果是开窗通风的状态下呢，大约在400到500 ppm 之间啊，也就是说跟咱们室外是一样的。那我关闭了窗户，测试了24小时之后呢，我发现这个二氧化碳的值在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啊，白天在家里没人的情况下，它的浓度大概在600到800 ppm 之间。那么从晚上的9点开始呢，也就是说咱们人回来了，然后进入到卧室开始休息，从晚上的9点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的9点。那这12个小时当中呢，这个二氧化碳的值逐渐升高，最高呢达到了2000 ppm 啊。那二氧化碳的浓度呢，在1000以下属于正常的范围。当浓度达到了1000到2000 ppm 这个范围呢，它就属于浓度略高的一个范围了。那在这个范围下呢，有些人可能就会出现困倦等症状啊，就感觉没精神、瞌睡。那当二氧化碳浓度高于2000 ppm 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就会出现恶心、头疼等症状了啊，那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当二氧化碳浓度超过5000 ppm 的时候呢，应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逗留超过8小时，否则会出现危险啊。那咱们在监测了关窗24小时的这个数据得出呢，就是咱们家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最高值，也就是在2000左右，这个范围达到了浓度略高的范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不开窗户，当你早晨睡醒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房子很闷，就想透透气的那种感觉？那这种感觉呢，就是说明你的房间二氧化碳的浓度略高了啊。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它装在卧室里呢？就是因为咱们睡觉的时候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啊，提高咱们的睡眠质量。那咱们又关闭了窗户，开启了新风机呢，又做了一次测试啊。那这次测试下来呢，整个房间的二氧化碳都在一个非常低的范围，即便是晚上在卧室有人睡觉的情况下，它的值也会维持在600到700之间。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值啊，只比咱们户外高了一点点而已啊。所以说新风机对改善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这一点呢，这个是空气净化器无法做到的。空气净化器，即便它把你的房间的空气净化的再纯净啊 ，PM2.5 再低，有害物质再低，但是它始终没有办法解决你这个二氧化碳浓度高的问题。所以说呢，新风机的第一个优点呢，就是可以降低你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第二个优点呢，就是降低室内的 PM2.5 以及室内的灰尘啊。刚才也说了，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抽取外面的空气，然后净化过滤之后呢，注入到室内。那么室内呢，就始终会呈一个正压的状态，也就是说，室内的空气压力是要比外面大的。既然咱们室内的压力要比外面高，那就说明咱们室内的空气是要向外挤压的，通过门窗的缝隙。那我们现在就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关闭。这个是咱们家的一个猫眼啊，我把猫眼取掉了，这是一个小洞，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空气在往外排，就是咱们外面的空气是进不到里面的啊，只有里面的空气可以往外排。那当我关闭新风机的时候呢，那这个空气它就不会再向外排了。那当我在开启的时候呢，它又会再向外排。最近啊，我们这边正在刮沙尘暴啊 ，PM2.5 的值高达了100多啊，已经到了中度污染的级别了。那么我们测出来的结果呢，也是一样的，跟天气预报也差不多。咱们外面既然是中度污染，如果你开着窗户的话呢，那室内同样也是一个中度污染。咱们 PM2.5 的值呢，在35以下啊，属于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空气质量啊。那么我们就关闭了窗户，打开了新风机，把测试仪放在新风机的这个出风口啊，观察了一会儿。那10分钟之后呢 ，PM2.5 的值竟然降到了0点几啊，可以看出来这个新风机的这个过滤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我又把测试仪放到了房间的不同位置进行一个测试啊，它的这个值都能保持在个位数啊，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数值。可见这个新风机对改善室内的 PM2.5 以及这个灰尘是有很大的效果的。第3点呢，就是可以减少甲醛。那么甲醛的危害就不用我说了，它是国际上公认的1级致癌物啊。就是在你装修房子的过程中，凡是用到胶水和木材的地方都会释放甲醛。那新房装修好，通风几个月之后没味道了，是不是就没事了呢？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甲醛它是从内部挥发的，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多年。即便你通风晾了几个月，确实是没有味道了，但是你一旦搬进来，到了冬季，你是不是得关窗？再加上你又新添置了几件新的家具，那甲醛很有可能又超标了。千万不要以为通风几个月就没事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拿这个日本的锂盐来测一下我们房间内的甲醛含量啊，看看我这个住了1年半的房子还有没有甲醛。这个测试仪呢非常的贵啊，需要上万块钱。测试的结果呢也是非常准确的。它在测的时候呢还需要用到一个药片啊。咱们这次呢是关闭门窗12小时之后测试啊。咱们就放在这个床头柜这个位置，开始。好了，我们等待30分钟，过来看结果。好，咱们的测试结束了，出结果了。咱们的这个甲醛含量是0.025。咱们这个房子里呢，确实是有甲醛的，但是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啊。好，咱们关窗的状态下测试完了啊，我们再测一遍啊。咱们这回是打开新风机，看一下房间内的数值是多少。好，咱们的新风机已经开启了，大概有1个小时的时间了啊。咱们的窗户是关闭的状态，咱们还是同样的位置啊，开启。好了，那我们开启新风机之后呢，测出来的结果呢是0.01啊，这个值呢是非常低的，也是这台机器能测到的最低范围了。国家规定呢，甲醛的含量低于0.08
就是一个安全的范围。那儿童的房间呢，低于0.04就是一个安全的范围。这么看来呢，我的2次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而且是远远的低于这个国家的标准。那这个值呢，虽然说已经是达到这个安全的范围了，但是不能代表它完全没有甲醛，只不过它的这个含量是很低的。像我这个房子已经装修完，住进来1年半了，多多少少还是能测出来一点甲醛，那就更加确定了这个甲醛真的是需要挥发很多年的啊。那咱们在开启了新风机1个小时之后呢，再测出来的结果就是0.01。好吧，咱们甲醛就测到这里，给大家一个参考。那除甲醛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开窗通风。那咱们冬天无法开窗，或者像我这里沙尘的天气比较多的情况下，那怎么办呢？解决的办法呢，只有新风机。那么第4个好处呢，就是可以隔绝噪音。像我们居住在城市里啊，这个外面的街道、外面马路上的行车啊，以及各种的噪音吧，就是你开窗的时候呢，那外面的声音肯定会传到室内来。那么你关上窗户之后呢，可以隔绝掉一部分的噪音。如果对噪音特别敏感的朋友，可能他需要一直把窗户关着。那关着窗户呢，必定会导致室内的空气不好。所以说新风机在这个降低噪音这个方面呢，也是间接性的起到了作用。我对这一点也深有体会，因为我们家住在学校的旁边，这个学校的操场每天会有这个广播操，也是挺吵的。现在是早上的8点啊，给大家听一下外面的这个学校广播操的声音。现在开窗。这是开窗的噪音啊，我们把窗户关上，多多少少这个噪音会降一点。那既然说到噪音呢，我们就来测一下这个机器本身的噪音啊。现在呢，我已经把新风机关闭了啊，咱们测一下这个房间里的底噪是多少分贝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启新风机的睡眠档啊，因为我最常用的就是这个睡眠档，我一般都是开到睡眠档，然后24小时不关机的。那我们开启新风机睡眠模式的情况下呢，就比不开机的时候呢多了大概是1分贝左右。但是实际使用下来呢，人耳听到的这个感受呢，几乎是分辨不出来的。而且在睡觉的时候，不可能咱们只离这么近的距离，你的距离在离得远了之后呢，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在运行的。那我顺便呢也给它做了一个功耗测试啊，以我的使用情况为例，我一般呢都是睡眠档，然后24小时开机啊，一直不停的。在这个模式下呢，它的功耗只有3.5瓦啊，非常的低。这样算下来呢，12天它才会消耗1度电啊，真的是非常省电。但是呢，你要是开启了电伏热功能呢，它就会有800瓦的功耗啊，这个如果是24小时开机的话呢，还是比较费电的。第5个好处呢，就是解决咱们北方地区啊冬天不能开窗的尴尬。我们新疆这边冬天基本上都是零下10几度、零下20度的样子，那你不可能开窗通风吧？你开窗通风了，你房间内的这个热气就没有了。那新风机呢就可以解决这个痛点。那当然了，新风机抽取的也是外面的冷空气。那咱们这台新风机呢是有电辅热功能的啊，就是把外面的空气吸进来，通过一个电加热，然后再输送到房间内。那这样的话肯定会有点费电啊。那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嘛，你既然享受了这个新鲜的空气，那你在冬天的时候呢就要多掏一点电费咯。其实在咱们新疆这边还好，电价和这个燃气费都比较便宜。如果你生活的地方电价比较贵呢，你可以选择把家里的壁挂炉调大一点，通过家里的暖气的提升呢，来抵消掉这个新风机输进来的这个冷空气，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第6点呢，我们来说一下新风机对比空气净化器它到底有哪些优势。我也是把这2台设备放在了同一个房间呢，分2天分别开启不同的设备，来看一下这个数值的表现。那么如果是光开空气净化器不开新风机呢，空气净化器也能对房间的各项空气指标达到一个降低的效果，但是唯独呢它不能降低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它存在一个这样的短板。那我们在关闭了空气净化器之后呢，打开了新风机再进行对比呢，空气净化器能做到的效果新风机都能做到，但是新风机比它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也是新风机和空气净化器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啊。那咱们新风机对比空气净化器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咱们新风机不占位置，咱们是挂在墙上的，空气净化器呢还要占一个位置啊。那在这个占用空间上面呢，这个壁挂式新风机啊
还是非常的节省空间的。那咱们之前也说了，咱们空气净化器它只是一个内循环，它也能达到一个除甲醛的效果。空气净化器除甲醛的原理呢，就是通过滤芯上面的活性炭进行吸附。既然是吸附呢，它总有一个上限。如果说它的吸附值达到了一个上限，它就没有除甲醛的一个效果了。而且它只是吸附在滤芯上面，它并没有把这个甲醛带走，只是存在那里。会不会有泄漏导致二次污染的可能性呢？那新风机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原理呢是直接换气，任何的这个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它是排出到室外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新风机是要比空气净化器的效果是要更好一点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进风量啊，我们家这款土豆 Super 的新风机呢，它是每小时400立方米的进风量。有的人会说你这个400每小时的进风量太少了。对比这个开窗通风呢，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啊！据说啊，开窗通风可以达到每小时6000立方米的一个进风量，那么跟这个400每小时的这个进风量差了108000里啊！开窗通风的进风量确实要大很多啊，但是也受制于你的风速的影响。如果说外面的风大，那么你房间内的换气量自然大。如果是风平浪静呢，你能保证每小时有6000立方米的一个进风量呢？这个进风量是不稳定的。那再来看咱们的新风机呢，它是一个恒定的值，只要你开机呢，它永远有每小时400立方米的一个进风量。虽然不及开窗通风，但是架不住它时间长呀。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TVOC 的表现啊。TVOC 是什么呢？ TVOC 呢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啊，这个范围特别广。你从它字面意思，你就可以理解它是一种有机物挥发到空中，比方说家里做饭呀、化妆品的这个味道呀，凡是能挥发到空气中的这种你能闻见的，都可以算是 TVOC。这一项数值呢也是比较有争议的。就比方说家里在做饭，对吧？我们闻到了这个饭菜的香味儿，对我们来说呢，可能是一种香味儿，不是什么污染物。但是对于这个机器来说呢，你的 TVOC 超标了。就比方说我把这个检测仪跟我老婆的这个化妆品放在一起呢，它肯定 TVOC 值会升高。或者说当你在家里面上 Oligate 的时候呢，这个味道啊也会让你的这个机器的 TVOC 值爆表。所以说这个值呢，也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嘛，不具有非常高的代表性。不过呢，当我长时间开启这个新风机呢，房间内的 TVOC 值呢也会降到一个很低的一个状态啊。好吧，经过了我1个多月的使用以及测试，新风机呢确实可以给咱们的室内的空气质量带来很大的提升啊，特别适合像我们这种生活在新疆，外面的沙尘比较大。咱们新疆这边也有一种地域病啊，是鼻炎，很多人都有鼻炎的啊。有了新风机呢，咱们可以大大的改善这个鼻炎的发病率。如果说你是鼻炎患者呢，我也建议你赶紧装一台，这样可以大大的缓解你的病情。还有呢，我也强烈建议装修房子的朋友们一定要在装修的时候提早把这个新风机布局好，因为新风机确实可以起到除甲醛的效果。咱们新疆也比较干燥嘛，我给咱们的卧室也加了一台加湿器，通过我的清屏空气检测仪呢，对全屋的空气质量设备进行一个控制。当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呢，它检测到之后会自动的开启这些设备。比方说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咱们自动开启新风机啊；湿度过低，咱们自动开启加湿器。那当空气质量达到一个满意的状态之后呢，再控制它们停止，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空气质量智能生态啊，就是以后可以时时刻刻让我这间房子里的空气呢达到一个最优的状态。我就喜欢看到这个检测仪上面清一色全都是绿色，这样的话心里特别舒服。如果大家也是生活在这种空气质量不怎么好的地区呢，或者对房间内的空气质量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或者是准备装修房子的朋友，已经装修完房子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新风机这种设备啊，真的是非常好用啊！我现在也挺后悔，我当时装修房子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就装一台呢？不过还好，我现在已经装上了啊，虽然是晚了一点点吧。那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